2003年，国内发生连环杀人案件，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而我穿回20年前的案发现场，陡然发现自己身穿黑色雨衣，手握杀人凶器，面前躺着奄奄一息的人。他哀求道：“求你，放过我吧！”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是成为凶杀案的受害者，不是成为凶杀案的凶手。我穿越了，穿回一起凶杀案的现场。最可怕的是，我身穿黑色雨衣，手里握的是淌血的镰刀，面前还躺着一具血还热乎的被害人。很显然，我是凶手。而这个被害人的死状我见过，和电视上的一模一样。他的手还在蠕动着，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近一听，听见他说：“求你，放过我吧！”说完，他就呜咽一声，彻底倒下了。这便是号称20年的悬案之一，2003年的连环杀人案。凶手逃逸20年，2023年都还未抓捕归案，而我偏偏倒霉，穿成了凶手，还是第一命案现场。作为一个有公德心的老百姓，我能怎么办？自首？我摇摇头，不行，凶手又不是我，我还得替他坐牢。万一回不去，那我的人生岂不是毁了？我产生了逃的想法。我凭着强大的心脏，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案发现场是一处偏僻的工厂，这里人迹罕至，而且是雨夜，这也许就是凶手选择在这动手的原因。据我从电视上看到的，尸体还得过个2-3天才会被旁边小路经过的游客发现，所以我暂时没有暴露的风险。凶杀案带来的恐怖令我身体颤抖，可看到涌出的鲜血时，我的心竟有一丝兴奋，全身的血液滚动起来。我检查尸体的状态，人已经无力回天，索性放弃。再看看他的指甲缝，还有挣扎时留下的皮肤碎屑，现在可以说是我的皮肤碎屑。警察要是送去检验，那可真成我的锅了。我找来一根木刺，仔细挑干净他的指甲缝。我突然有一丝凉意。电视里也说，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身上很干净，除了大雨冲刷的痕迹，还有被人清理的痕迹。我不知不觉中按照了凶手的路数走，尸体被我推向挖好的坑中，雨水和着泥土一点点掩埋尸体。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还搬来几个废弃的工业用品堆积在上。等我处理完，滂沱大雨已经将雨衣和镰刀上的血冲洗干净。我将它们放进塑料袋装着，随后驾车离开。兜了一大圈，我特意将雨衣焚烧，把镰刀挂在附近村庄半砍的树上，等村民出来游走时将它带回家。做完这一切，我才真正开车回了市区。2003年，这还是没有监控全覆盖的时代。车内后视镜里，那是一张陌生的脸，胡子拉碴，但眉眼正气。如果平时遇到，还真不会把他当成杀人凶手。我开始翻找车上所有物件，确认凶手的身份。顾勇，男，56岁，没有社会信息，也没有工作身份，能找到的东西一无所用。雨夜淅沥，我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叮铃铃，安静的空间铃声响起，我下意识应激了一下，慢慢反应过来是副驾驶座上的手机响，还是按键模式的手机。我接起电话，对面是个粗糙的男生：“勇子，你现在在哪呢？”“我车呢？”“车不是顾勇本人的。”看电话备注是个叫朱大志的男人，我顺着他说的地址开了回去，是个长得凶相的男人。我一下车，他一把将我扯开，力气大的让我踉跄了2步。他嘟囔道：“没用的东西，叫你把车拿去洗，磨蹭了这么久，早知道今天下雨就不用花那个钱了。”他肯定想不到，我磨蹭了这么久是去杀人的。他还算有良心的，说完之后，一张50块钱的钞票递了过来。我愣怔一下，接了过来。见我呆在原地，他还疑惑道：“你还愣在这干嘛？”我没懂他的意思。“你明天不去上工啊？”从朱大志嘴里，我得知明天我要上工地打散工，而我的落脚之处正是工人宿舍。回到宿舍，大家都睡下了，我爬到上铺床躺下，面朝天花板，一夜未眠。事发到现在，过去4个小时，好像一场梦，但却是真实的触觉。所有事情都在告诉我，我真的杀人了。记得2023年的电视上曾说，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件。今晚不是第1起，而是时隔半年后的第3起。前2起分别是一个学校老师，还有一个收破烂的老头，3人看上去毫无瓜葛，除了谢逊和学校老师，有人说他们是地下情人关系，可是无从考究。还有人说是谢家为了面子给强行压下去的。收破烂的老头，他平日里性情孤僻，收破烂还一身味，没人想靠近。对于他的死，警方发的通告很模糊，一来二去的，大家都渐渐淡忘了。至于为什么把他的死纳入连环杀人案件，那是因为迟迟找不出凶手，成了悬案。警方自然而然将3起案件归为一起连环杀人案，他们的死状还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寂静的夜里，我打从心底透出一股寒意，蔓延周身，久久心情不能平复。事发后第1天，无事发生；事发后第2天，风平浪静；事发后第3天，市区内突然响起一阵警铃。我有预感，大事来临。
果不其然，当天新闻以及报纸头条全都报道了此事。今早，城郊废弃工厂发现一具死尸，警方初步怀疑，铺天盖地的新闻充斥耳边，也激起了身边人的不安。1年内，这已经是这座18线小县城发生的第3起命案了。全民关注，全民恐慌，大家出门成群结队，能不落单就不落单。但他们都不知道，真凶就在身边。工地上，我听身边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此次案件，要多恐怖就说的有多恐怖，更是将案件说得神乎了。我淡定地吃完最后一口盒饭，起身将垃圾扔进桶里，面无表情地离去。此次的死者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名叫谢逊，长得肥头大耳，富得流油。有的人说他是因为被劫掠才横死郊外，有的人说他是被极度招来杀身之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顾勇会选择他，更不知道前2次凶杀与这次有何关联。事发后，我曾调查过，顾勇和死者乃至其他2个人简直毫无关系，一个底层工人和3个各行各业的人毫无交界点，是激情杀人？不，那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我冷静分析，事发那天，顾勇先是开了朱大志的车去洗，但据我观察，那辆车内部没有清洗的痕迹，而且那件黑色雨衣和镰刀不像是普通工人经常背着的。我还在顾勇的日历里发现他特意标注了3个日期，是他动手的日子，所以顾勇杀死者蓄谋已久。只不过为什么？顾勇和3位死者有什么深仇大恨吗？这个疑问萦绕心头，困扰了我好久。穿成顾勇的第5天，我来到了谢家。谢家住在远离市区的别墅区，这也正是顾勇能得手的原因。雨夜偏远的别墅区，随随便便就能掳一个落单的人上车。不是随随便便，主要还是靠一封信。顾勇寄出了一封匿名信件，约谢逊见面。谢逊为了赴约而落单。那封信我看过，你儿子的把柄在我手上，是顾勇的笔记。调查5天，警方仍是毫无进展。他们在谢家别墅附近排兵布阵，从而由内向外一点点挖掘信息。警戒线外是一群记者扛着摄像机，他们需要第一时间报道。周遭也很热络，不乏看热闹的人。我站在不远处，光明正大地沐浴在阳光之下。与此同时，还有个小男孩同样盯着谢家，他的眼睛里蓄满了恨意。但由于他个头小，所有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关注不到他。除了我，我和他视线对上的瞬间，他敏锐地拔腿就跑。小孩的腿还没大人1半长。附近空无一人的街道里，我伸手拦下了他。他奋力挣扎，我摸摸他的头，告诉他这里最近不安全，一个小孩放学不回家，跑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听了这话，他更激动了，瞪大眼睛朝我吼：我没有家了！我内心柔软的一处像是被什么碰着，微微愣神。我看了眼他校服上的名牌，郑玲。他不知道，他的人生将会从遇到我的那一刻而发生改变。我对郑玲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只告诉他好好长大，什么事都别想，什么事都别做。郑玲对我本来还有些防备，但我请郑玲吃了顿奢侈的麦当劳，花了我身上1半的钱。在绝对的饥饿面前，郑玲屈服了。她狼吞虎咽，吃得不亦乐乎。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还是个孩子，他的世界很单纯，因为一顿吃的就能开心半天。吃完饭，我送郑玲回去。郑玲对我防备不减，她倔强地说我自己可以走，我不跟上，隔着100米默默关注她的动向。她一个落单的小孩，还是在漆黑的夜里很容易被盯上。被人拦住的时候，她害怕地退缩了。没成想身后还有一人挡住了她的去路。看2人气势汹汹的模样，郑玲感知到了危险。我没钱，没钱就用你来换。我悄然跟上，看到他们将郑玲绑上了车。我出面指着被套袋子的郑玲，嘿，把那个小孩留下。听到声音，2人愕然回头，一看我孤身一人，胆子又逐渐大了起来。学做英雄啊！他们不屑地说，先练点肌肉再说吧。他们摆摆手，我跑上去徒手撂倒2人。顾勇这些年做工的力气可不是白费的，他看着瘦，但衣服下的肌肉却是鼓鼓当当。我也因祸得福，将他们轻松拿下。我救了郑玲，她受了惊吓，不肯让我靠近。我坐在她身边，等她缓过神才，递上1瓶水。以后别一个人走夜路，小孩多危险啊！救了1命的缘故。郑玲对我褪去了敌意。我送她走，她紧紧跟在我身边，时不时抬头提防一下周围有没有奇怪的人。她的爸妈都已经去世，现在被孤儿院收养。她放学后擅自跑出去，没和院里说一声。孤儿院的院长带着职工找了她好久，回来一看她完好无事，心里的那根弦一下松了，但随之而起的是一股怒意。谁让你放学后到处乱跑的？院长把郑玲揪过去，说着就要棒打一顿。我不由想起我的童年经历，将郑玲拉过来护着她。小孩贪玩，但也不应该这么打吧。院长这才注意到我，他打量我许久，还摘下眼镜仔细观察。这位先生，我好像看你很眼熟啊。我立即打马虎眼，可能是偶遇过吧。事发1周，谢逊的葬礼举行。作为房地产公司的老总，
他的葬礼很隆重，就连警方也全程跟随。他们猜想，凶手说不定会在葬礼上出现。是的，我不仅出现了，还是以殡仪馆工人的身份出现的。常年打散工的原因，顾勇身兼数职，他的身份可以应聘上所有临时工作。我走入殡仪馆，远远瞧见谢逊躺在灵堂花圈中，那神态还和那天雨夜里的一样，只不过死不瞑目的双眸被合上。他应该是被法医剖切查过身体痕迹，但很多信息都已经被我抹去，加上那天大雨滂沱，尸体混杂着泥土，给查验造成了很多险阻。何况这还是在刑侦技术落后的21世纪初。我嘴角露出了微不可察的一抹笑意。砰！一颗球突然砸在了我后脑勺上，空气仿佛停滞了几秒，似乎只有球回落到地上弹来弹去的声音。啪嗒啪嗒，我低头看了看，是个塑料球，材质很轻，但幸好不是篮球那些冲击力大的球，没造成什么伤害。我停掉手上的动作，回头看是个小孩，他定定地看着我，眼神可怖，不是个小孩该有的神情。砸到人，他丝毫不畏惧，甚至连一句道歉也没有。捡起来，他指着地上的球，命令我，那高高在上的态度真是令人不爽。我回视他，自己捡。他听到自己的命令被反抗，同样不爽。手边还有许多塑料球，见我不同意，他拿起一颗颗的砸向我。他卯足了劲，一颗颗球精准砸在我身上。有一些熟悉的画面向我涌来，但此时的我没躲，因为我知道现在这些球对我造不成伤害。最后还是小孩的母亲把他拦了下来。小超，你在干什么？他厉声怒斥。现在外面有这么多媒体，万一要是被拍到，那些媒体不知道要怎么编排我们谢家呢？我记得他刚进灵堂时，我看见他作为谢逊的遗孀接待媒体和来吊唁的宾客。那个小孩看来就是谢逊的儿子谢超。从说话喝止谢超到离开，他连一眼都没看过我，说什么都怕影响到谢家。果然是一家人，都那么自私冷血。时隔2周后，在上头的命令压迫下，警方重新审视了3起案件，如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纪录片一样，他们将这3个案件归为一起连环杀人案件。围绕3位死者的社会关系，他们初步锁定一个嫌疑人。孤儿院打散工时，我看到了警方的车停在大门口，进来3、4个带着证件的警察。孤儿院上下惶恐不安，尤其是院长，他忐忑地接待他们。我们要找郑玲，请他和我们回公安局跟进案件。听到这番话，所有人脸色发青。他是个孩子，后面的话被警察堵住，只是协助调查，并不是其他，你们不要多想。郑玲被带走了，说是协助调查，但在这么多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警方已经将他视为第一嫌疑人。见人时，郑玲明显察觉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上了审判的意味，他一脸倔强地钻进了警车。我一边做工，一边将所有事情尽收眼底。郑玲不会有事，因为他没有做过。他坦荡荡地回答警察所有问题。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同学的爸爸。10月17号晚上，你在哪里？我放学后回了孤儿院，吃完饭做作业、看书、洗澡后就上床睡觉。那你认识他们吗？警察贴出前2位死者的照片，看到其中一张时，郑玲眼神有了变化。认识，他们一个是我的老师，一个是经常来孤儿院收废品的老爷爷。那你在2003年1月6号，还有2003年5月18号都在做什么？这2个日期分别是对应上前2名死者遇害的时间。我不记得了。突然让他回忆半年前乃至快1年前的时间线。郑玲措手不及，脑子短路般下线了。郑玲被带走调查，是因为警方查到谢逊学校老师还有老头的社会关系似乎只和一个人有关。郑玲和谢逊的儿子谢超是同学，学校老师是郑玲的班主任，老头经常去郑玲所在的孤儿院收废品。3条线因为他而交织一起，莫名有种怪异的感觉。但警方只要盘问孤儿院的职工，还有郑玲学校里面的同学和老师，他们就能发现郑玲的时间线十分正常。案件发生时，他身边都有人能为他证明。很明显，郑玲不是凶手。警方把他带回公安局协助调查，也是为了能加深对案件的理解。但他们不会放弃对他的怀疑。你身边最近有什么怪异的人吗？一个小孩不能成事，那他身边的大人呢？郑玲仔细回想，摇了摇头。他们无法从郑玲身上获取新的信息。进公安局的3小时后，郑玲被无罪释放。媒体们也迅速捕捉到这个出乎意料的风声。他们早早架好了摄像机，在门口守候，等着拍到郑玲出门的那一刻。在一切事情没有确认之前，警方不敢拿一个人的清誉冒险，尤其还是个孩子。他们选择将郑玲从后门秘密送回孤儿院，而刑侦队队长亲自出门接受记者的盘问，吸引他们的注意。程队长，你们怀疑一个孩子是有什么考究吗？我们不是怀疑，只是与案件有关的信息需要进一步确认。程队长，请问这个孩子与死者是什么关系呢？在案件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会保护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包括人。警察堵住了记者的嘴，却没能拦住孤儿院那么多双眼睛。风声走漏，
郑玲在社会上成了高度重视的嫌疑人。我看到各大报纸上争相印着郑玲的大头照，还有多个角度她出门被偷拍的照片，人们在以一切方式窥探她。也是，连环凶杀案的嫌疑人竟然是一个小孩，大家都对此充满了疑惑和好奇，随之而来的还有铺天盖地的谩骂。这么小就没良心，长大了还得了？果然人性本恶，他这人一生下来就是个恶魔，他爸妈怎么教的？教出一个狼心狗肺的，赶紧死刑吧！受舆论的影响，郑玲停了课，待在孤儿院。但那天他被警察带走，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孤儿院的小孩远离他，职工和院长也都防着他。我进孤儿院很多次，每次都看到郑玲孤零零地坐在一旁，陪伴他的只有草丛和孤儿院的游乐设施。郑玲孤单一人的背影让我想到了我的儿时，也是被人孤立与受人谩骂。同样的境遇让我对他产生了怜爱。我走到郑玲身边，将兜里仅剩的一颗棒棒糖递了过去。那吃点甜的会开心很多。也许是因为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有个人理他，郑玲脸上表情明显有了变化。她开心地咬掉外层包装纸，舔起那颗比她脸都大的棒棒糖。我摸了摸她的头，以示安慰。郑玲读懂了这层意味，眼神转变到失落，低下了头。以后的路还很长呢，别被这些困扰。郑玲听了我的话，抬头看我，她的眼里有说不尽的茫然。就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一桩丑闻措手不及地抖露出来。郑玲妈妈是被谢逊害死的。郑玲并不是一出生就在孤儿院生活的，在2003年以前，郑玲是被妈妈带大的。她是单亲家庭，和她妈妈从小相依为命。就在去年12月，郑玲妈妈突发意外，横死长街，衣不蔽体，躺在冰冷的大街上，双眼怎么合都合不上。郑玲亲眼瞧见时，还是她去上学的时候。走在上学的必经之路，视线里突然涌进一个熟悉的身影，没了温度，没了以往的鲜活，而她的身上却多出了许多伤痕。郑玲跪在地上喊了好久，也唤不回来她的妈妈。当时这件事还上过报纸头条，引起一阵轩然大波，有人戏谑，有人同情。但当事情发酵过久，热度也就慢慢降了下来，无人关心她的死因，也没有人敢去揭露她的死因，因为一切消息都被谢家给收买了。自然而然的，公安局那边也将这个案子定性为意外死亡，一条人命，一个刑事案件，就此轻易接了过去。直到郑玲被大家重新关注，顺藤摸瓜扒出了这件事，当初被谢逊封口的人也都出来说话，指责谢家。警察当即重新传召郑玲。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真相的？我不知道。弱小的郑玲坐在审讯椅上，昏暗的房间里只有那一盏亮的刺眼的灯光，尽数照在她身上，让她感觉到一股逼仄而喘不上来气的窒息感。她低着头，脑子一片混乱。你是不是知道了谢逊是杀害你妈妈的凶手，所以你才想反杀他，为你妈妈报仇？不是。大量的信息涌进脑里，郑玲处理不了，只顾摇头。警察一看她的状态，问不出什么，怒到极点。郑玲，我们现在是一场严肃的谈话，你不要以为说不知道或者摇头晃脑就可以躲避所有。面前看着上了年纪的警察拍桌而起，怒斥他。从去年开始，郑玲心里就憋着一口气，那口气就要把她吞没，整个人在黑暗中被撕扯着。事到如今，她被逼的情绪一下顶了上来，我就是不知道，不懂。不是，他指责他们，为什么我妈妈死的时候你不去查，现在那个人扎死了你才来查，为什么你们这些大人总是这样？他的话把一众警察问懵了。审讯室里陷入了沉寂，我站在公安局100米外，眼神冰冷，面无表情地抽着打散公正来的烟，烟雾缭绕，迷糊了我眼前。我从朦胧中看见一个人影，但很快烟雾退散，又是现实的漆黑。谢逊害死郑玲妈妈的事引起社会上的波动，他们强烈要求警察彻查此事，郑玲也被他们所同情。一个小孩被一个大人害得家破人亡，这该是有多无助啊！要我说，谢逊死得好，谢逊能草菅人命，就该知道自己的报应迟早会来。呸！这样的人渣根本不值得同情，死了最好，给社会除害了。舆论再次一边倒。有人提醒，那其他2条人命做错了什么？他们不知道。既然谢逊死有余辜，那其他2人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郑玲还是没摘掉被怀疑的标签。不过警察确实也觉得他一个小孩不可能完成得了3起命案。面对比他高半截身子的大人，小孩的力气不值一提，更何况他还精通处理杀人现场，处理尸体和埋尸都做得毫无痕迹。郑玲从警察审讯出来时孤身一人，没人来接他，可以说现在没一个人愿意接近他。下起了漫天细雨，我撑伞过去，雨伞像棵参天大树撑起了他的不安。他看见是我，很是惊喜。我送他回孤儿院前，带他去吃了碗热腾腾的面。他问我，叔叔，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啊？联想到了这几天遭受的非人待遇，有些委屈。他小嘴一撇，眼泪像珠子一样豆大地往下掉。我没有正面回答，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我催促他快点吃完。
送他回孤儿院时，我们又遇上了院长。院长对我们避之不及，但是视线却不曾退散，一直落在我们身上。可以说，他是在通过郑灵来打量我。我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勾起，朝他点头致意。院长霎时惶恐，脸色苍白地跑开了。工地上，我还在烈日下干活。突然，一阵鸣笛声刺破了天空，好几辆警车停在工地前。我抬头仰望天空，今日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真是个不错的天气。很快，警察一拥而上。顾勇，我们现在怀疑你和一桩命案有关，需要你回局里配合调查。他们包围住我所有的去路，不给我一丝拒绝的机会。我依旧很冷静，因为我早就想到这一天会来临了。审讯室里，我和昨日的郑灵坐在了同一个位置上，同样昏暗的氛围，同样刺眼的灯光，以及那熟悉的窒息感。顾勇，你和本次案件另外一个嫌疑人是什么关系？他们拿出郑灵的照片进行询问。我摇头，不怎么认识。不认识你，天天送他回孤儿院。我听说你们俩走得挺近啊。警察发怒，快说，别妄想和我们兜圈子。我还是摇头的姿势。警察忍受不了，拿出一份报告。这是份亲子鉴定报告，你知道这是谁和谁的吗？我冷眼看他，不作答。也许是受不了我的沉默寡言，警察主动提及，这是你和郑灵的鉴定报告，上面显示你和他有99%的血缘关系，你还不知道他是谁？你他妈是在放屁吧？事实证明，顾勇和郑灵是父子关系，以前所谓的单亲家庭不过是假象。他还有个爸爸，流落在外的爸爸，不得相认的爸爸。我脑子嗡的一声，那根紧绷的弦多年之后，砰的一声在我脑海里断开。随后，我在这个结果面前发出了雷鸣般的笑声。警察发懵，看不懂我的意思。我仰天长啸，忽然换了种声线和他们说：“各位，我就不奉陪了。”说出来的瞬间，那盏刺眼的灯莫名其妙闪了一下，接着啪嗒一声，光线全灭。我缓缓闭上眼睛，听着耳边传来的动乱，心在嘈杂中慢慢镇定下去。重新睁眼，我回到了2023。室内灯火通明，与审讯室的灯不同，这里的光温暖地包裹着我，抚慰我所有的不安。我回来了，不再是杀人犯顾勇，而是真正的我。审讯室里，电压恢复正常，灯光再次打起，照在顾勇身上。良久，顾勇缓缓睁开眼。如果警察仔细看，他们能发现顾勇的眼神变化。他惶恐地看着眼前一切，激动地想站起身来，但是手上还有镣铐。只一瞬，他便感觉到钻心剜骨的疼，用力过猛，他的手腕被磕出了一道血痕。警察震惊，以为他是想逃跑。他们上前镇压住顾勇，逼他坐在审讯椅上。我不是。顾勇眼神怯弱，眼神滴溜地在两个警察身上流转。警察抓耳挠腮的，也不明白为什么顾勇突然之间像是换了个人一样。顾勇还一直在强调他不是那个人。哪个人？不都是他吗？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专家说他是精神分裂症。警察的工作就更难展开。审讯室外，郑灵也被带到现场。通过警察还有那张亲子鉴定表，郑灵知道了自己还有个至亲，但她始终无法接受。我妈妈说他已经死了，他就是死了。她撕碎那张表，仿佛就能把事情当作从未存在，但她仍会有期待，这是她对父亲这一角色与生俱来的一种期待。警察安排父子俩见面，顾勇神经兮兮的，眼神迷离。当警察带进一个小孩，他的视线若有似无地飘了过去，这一眼让他浑身的血都振奋起来。他情绪激动地喊道：“是你，一切都是因为你，你为什么不去死？你就应该去死！”郑灵猝不及防背后，听着还是咒他的话，缩在警察身后不敢出来。父子俩相认后的第一次见面就闹得不愉快，警察那边也懵了。他们原以为郑灵背后的大人是顾勇，现在看两人的反应像是仇人一般。唯一的线索戛然而止，又没有找到新的证据，案件再次陷入焦灼地带。2023年，我恢复了正常生活，但深夜里回忆起那段杀人的经历，仍让我心惊胆寒。那些场景历历在目，我开始变得不想睡觉，也提不起任何精神做其他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街上偶遇了一个熟悉的人，那张脸我在2003年看了无数次。顾勇与2003年的不同，他浑身肮脏，衣衫褴褛，背着一个麻袋过街，露出的那张脸时刻警惕地看着周围，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知道他的周围一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他。2003年的案件没有水落石出，顾勇依旧作为第一嫌疑人，警方找不到任何证据说他杀人。而距离20年前的案子，现在的追诉期只剩下短短半个月，只要过了这个时间，他就永远逃过刑罚了。我对着顾勇冷笑，我不会让他就这么逃过去的。深夜，一只狗叼着一个信封坐在了公安局前，很快有人发现并拆开，随后公安局召回休息的警察，大楼彻夜通明。
天还没亮，一辆辆警车排队出发，行尸浩荡。顾勇成为流浪汉后，只睡在天桥底下，但睡不安稳，偶尔苏醒。这次睡眼惺忪中，他看见成堆的警察围了过来，和当年一样，他猛打一个激灵，却发现自己手上不知何时戴上了镣铐。不是我，他奋力挣扎，警察全都涌过去，将他成功制服。抓顾勇最重要的证据是一封信，一封顾勇的亲笔信件。你儿子的把柄在我手上。我当时觉得这是个重要证据，在回城的路上被我藏在一个荒废地窖里。这么多年过去，我凭着记忆找了出来，只要稍作查验上面的笔记，就可以证明是顾勇亲笔所写。顾勇被抓，警察为了不让他逃跑，尽快缩减流程时间。1周之内，顾勇被上诉。法庭上，检察官拿出那封信作为证据。顾勇傻眼了，他傻眼的原因可能是没想到这封信还留着。我坐在旁听席上，看他哑口无言，莫名觉得解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时隔20年，凶手终于落网。当法官几乎要敲定顾勇的罪名时，他撕心裂肺地喊道：不是我，是当年有个人强占了我的身体，是他控制我杀的，我那是想阻拦来着。我求他，可是无论说什么，他都杀红了眼。我没想过杀人，更不可能连杀3个人啊，都是那个罪魁祸首。他掩面啜泣，装得可怜巴巴，还想把罪名推到我身上，真的是太不要脸了。还好法庭上无人相信他疯一般的话，法官无情敲下定罪的法锤。时隔20年的案子水落石出，席上的人都松了口气。有一个人在悄然靠近我，我斜眼打量，是个年轻男人，朝我善意一笑。他问我：你觉得刚才顾勇说的那些话可不可信？我身形一抖，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散发出一些危险气息。我讪笑道：说话是带有主观性的，他说的我们无从考究，谁知道是不是他臆想出来的？男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有几分道理，他和其他2个人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是讹钱就不会杀人，还一杀就是3个人，应该是有人控制着他杀了那几个人。他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最不寻常的话。我盯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到开玩笑的痕迹，但他的表情很认真。我背后蒙上了一层冷汗，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相信杀人犯说话的人。气氛凝固一会儿，眼见法庭上的人散得差不多，我趁早撤退。刚一踏出法庭，身后传来一声呼唤，仔细一听，是我的名字，郑林先生。郑林，当年凶杀案的嫌疑人之一，只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警方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线索后，放弃了他这一条线。我回头一看，是刚才那个年轻男人，只不过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他越走越近，手上拿着的笔记本也越发清晰。我神色一紧，他笑着递了过来：郑林先生，这是你的笔记本吧？我奋力夺了回来，却听男人说，这上面写的案件线索还挺详细的，笔记里写满了我对案件的推测和分析。你看了？我震惊看着他，怒斥道：你怎么能随便乱看别人的笔记？你这是偷窥，侵犯别人隐私。我要是不看，又怎么会知道这个笔记本的主人是谁呢？我找不到错误点，继续反驳他，但男人脸上的微笑像是在挑衅，于我而言是讽刺。我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分明刚才我们还是陌生人。这不重要，郑林先生，再见。他还特意叫了我一声，随后阔步离开。不知怎么的，自从遇见男人后，我心莫名惊慌。回到家门前时，手刚碰上门把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转身就跑，可身后却突然涌现出一群人，将我制压住。他们不是从门后出来，更像是从墙体后冒出。我冷汗起了一身。你们都是什么东西？直觉告诉我，他们不是人。他们笑了，掏出证件给我看，时空管理局。郑林，你公然违反时空穿越规则，插手导致现实世界的走向改变，我们现抓捕你归案。什么破规则？我不认，不认也得认。你3次时空穿越，涉嫌杀人，我们有权抓捕你归案。这件事我们已经和现实世界的管理局报备了，你别想逃。不是我杀的，我为自己辩解。他们冷笑，一脸不相信。真的吗？真的吗？我询问过自己内心的世界，他告诉我是真的，是顾勇杀了他们，一切都是顾勇的锅。可那些杀人画面历历在目，无论我怎么说服自己，我是在顾勇杀人之后才穿越的，都无法抚平内心的不安。我是真的杀人了，亲手杀了他们。我脸上露出变态般的笑容，那是因为他们该死啊，他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谢逊刘斯，还有那个糟老头，他们罪该万死。我叫宋敏，是时空管理局的一名员工。1月前，我们局里的时空设备频频发来警报，时间很短，有时是1分钟，有时是半分钟，这让我们感到恐慌。时空穿越在世人眼里只是一个虚无的概念，无从考证，但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真的存在时空穿越。有人为研究时空穿越而献出了生命，也有人是真的成功了。我们局里之前有勘察过2次时空穿越，一次是在20世纪中期，一次是在20世纪末期。
但都很短暂，没有人能真正停留在穿越的空间里。但这次不同，经我们工作人员调研后发现，是不止一次穿越。我们很是惊讶，世界上竟然有人真的研究透了时空穿越。但当我们找上郑灵时，我们发现他其实只是个普通人，每天按部就班，公司家里2点一线，看不出他有任何特殊技能。我们曾派人接近过他，甚至秘密监视他，可都无从下手。他正常到离谱，仿佛时空穿越只是一场意外，但又不是意外。我们时空穿越器监视到他穿越后的种种活动，杀人，甚至干涉穿越时空里的人和事，完全能看得出他的主观意识大过原主身份意识。这一切看得令人窒息。在抓捕郑灵后，他从原本的抗拒到松口认罪。为什么？你是说我为什么要时空穿越，还是说为什么要杀他们3个人？这也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翻看郑灵的过往经历，除了谢逊和他有直接的仇恨关系，剩下2人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们啊，说着，郑灵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先说说你的老师刘思吧。那个女人是我和谢超的班主任，当初谢超欺负我的时候，就是她帮着瞒下的。她一开始表现得很无所谓，但随着故事的递进，越说越认真。什么原因你们也都可能猜到，她是谢逊的情人，为了讨谢超的欢心，她对我是百般刁难。冬天最冷的门缝边，我要穿着短袖坐在那上课，不能打寒战，不能说话，被冻到感冒也只能自己把苦咽下。那个女人最该死的是她不该动我妈妈的。郑灵妈妈后来去学校向刘思求情，刘思对其视而不见，任她在办公室跪了1天。再后来谢逊掺和进来了，那个人渣他不要脸，我妈妈不喜欢他，他还强迫我妈妈，她哭了，哭得像小孩一样蜷缩在一起。刘思嫉妒我妈妈，想对我妈妈下死手，还好那辆车车头偏了那么1寸，最后我妈妈只是轻微擦伤。审讯室里的人听了为之动容，但他们必须打起12分精神，将笔录做齐全。那个老人呢？郑灵脸上出现了讥讽，他就是个老色鬼，不喜欢别的，专挑小孩下手。我们的希望脸上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一个收破烂的老头，私下里竟然有这一面。那他在孤儿院收破烂，我不禁露出了担忧的神色。郑灵点点头，他就是喜欢在孤儿院对小孩下手，几乎无一幸免。无论男女，只要1根棒棒糖，就能任他玩弄。说着，他眼神暗淡了下来。可想而知，在他身上也遭受过非人的待遇。那天我刚完成时空穿越，他就出现在我眼前，几10年了，手段还是那样。那小孩想拒绝的，叫得很惨。我听到那叫声，就想到了当初的自己，当初的他也是那么懦弱无能，面对伤害只能一味顺从，却忘了反抗。等到有了反抗的机会，他也就走向歧途了。夜黑风高的，郑灵的动作很快，一下就了结了。杀人谜题解开了，我们还想不明白一件事。你早就知道顾勇是你的父亲，你为什么要让他来顶罪？都说血脉相连，顾勇是他亲生父亲，都能这样被推出来受死，未免这个人也太冷血无情了点。提到顾勇，明显他的情绪更加高涨。父亲，他配吗？一个强奸犯哪配得上做我父亲，哪配得上做妈妈的丈夫？强奸犯，顾勇竟然是强奸犯。要说造成我妈妈悲哀的源头，那就是顾勇。如果不是他，我妈妈就不会生下我，后来也就不会过得那么惨了。他抱头痛哭。那个人渣在看到我妈妈去世的新闻后，竟然还恬不知耻的想要以此要挟谢逊，不行就打起了我的主意。他根本就没想认我，他只是想用我被谢超欺负的证据去威胁谢逊给钱而已。这也是郑灵后来才知道的。顾勇竟然曾以匿名信件要挟谢逊见面。穿越之后，他也正式利用了这点。将一切弄清楚之后，我们也迫不及待想要追问时空穿越的线索。那时空穿越呢？你是怎么开启的？呵，郑灵嘴角扯出一丝嘲笑。穿越？我们全神贯注，盯着他说出真相。突然之间一声爆破，眼前火光四射，郑灵爆体而亡。但所幸审讯室里早已配备防护器，爆破一旦开始，保护罩自动开启，隔着一道屏障，我们眼睁睁看着郑灵整个人由内而外的被炸个粉碎。早在被抓捕之前，他就已经吞下了一颗微型炸弹。最后的最后，他留下一句话：你们没资格审判我。郑灵死了，线索没有了，时空局里不断排查，怕郑灵背后是有高人指点。现实世界里，恐怕不止他一个人进行过时空穿越。